Hello，大家好啊，这里是木木语。那么这一期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实卡构筑项以及一个思路的分享。那么如果看过上一期视频的小伙伴呢，也不用着急的退出。我们视频的最后呢，会进行一个对上一个视频的评论区的一些想法，比如说这张卡为什么要下，这张卡下1到2原因是什么，以及这张卡的效果有什么效果。然后呢，我们会去进行一个解析。然后呢，如果想看这一部分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把进度条拉到后面，然后我们会专门做一个分区跳转，可以直接跳转到后面去看我们的一个构筑讨论。然后呢，这一期主要还是进行一个构筑讲解。那么在一个构筑讲解开始之前呢，还是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视频呢，并非一个教学视频啊，不是说啊我是什么国赛选手啊，我是什么世界赛选手啊，我去教大家你们来学我啊，我的构筑非常好，并不是这样子的，只是单纯的我们在一个线下讨论以后，发现这么一个构筑，并且去尝试了一个构筑，在电赛以及在一个大赛上面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手感。然后呢，去分享给那些想玩 others， 但是又不知道玩什么卡组，不会在这个环境里面说被猫啊被 VK 打的完全就还不了手是吧？那么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卡组，也可以来去对我的构筑进行一个 copy， 然后去改一些自己喜欢的卡片。比如说哪些卡片你觉得没必要带的，你想踢掉去换也是 OK 的，没问题。然后你也可以跟我讨论，然后我会跟你说这个卡其实我带过，或者说我没带过，我也想去尝试一下，这完全都是 OK 的。并且游戏王就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的一个过程，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社交游戏嘛。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比较心平气和去讨论，不要去太激烈的言辞，是吧？对于一些虚心的、友好的，以及一些就是想跟我去互动的，我会去都会一一回复的。那些激烈言辞的呢，就比较不好意思了，可能这边就不会说去对你进行一个太多的回复。那么也是闲话不说了，进行我们今天一个构筑一个解析和一个思路分享吧。神杯绚烂闪刀，那其实作为一个卡组的一个大轴，神杯和闪刀是占到一个主要部分的。那么在神杯这方面呢，我们选择下到的是3张神杯的枪尖，1张神杯的之拳，然后3张冷冻，3张灰岩，3张微睡以及1张破坏的神杯，这就是神杯本家体系内所有的一个速攻了。那么神杯速攻其实要注意唯一一个点呢，就是它可以在抽卡阶段开嘛，我们可以在抽卡阶段去做到胡击，然后去检索到我们的神杯之拳，以及我们枪剑也可以在抽卡阶段去检索到我们需要的一些神杯卡。然后呢，灰岩还有冷冻这6张卡呢，是我们神杯本家的一个强烈阻抗。冷冻呢可以无效一只怪，然后呢灰岩可以炸特招，然后呢微睡呢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个自己的回合对方场上没有卡的情况下，也能够去开出来，然后去触发神杯之拳的一个回3抽3。然后呢破坏神杯可以帮我们清理一个后场，也是可以靠一个枪尖去检索的。然后呢讲完了神杯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闪刀的一个大轴。这边的话选择的是下到了3张交闪，3张镰刀，2张的一个亚士，3张抓矛，1张虎沙炮以及1张大黄蜂，这就是全部的魔法了。然后人这方面的话选择的是201路士。为什么这么选择呢？首先01它通招可以直接变0路，然后呢也可以近战阶打1拳变风刀是吧？那个最熟悉的8星拳斩杀套路。所以说呢我们选择是下2，去保证自己的有一个通招点吧。然后路士呢其实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上手，也是最不希望通招的一个点，但是没办法，0路它必须要拉出01路士各一队才能够有一个炸1，所以我们选择带1。然后呢交闪也不必多说了，这个卡的话也是闪刀本家最精髓一张卡了，自带检索，然后呢有3波可以抽1，基本上有大多数时候呢在这副卡组里面它都是一个1换2的点。镰刀对于这副卡组来说呢，其实镰刀和原本的闪刀机不太一样。本家闪刀机，如果你纯闪刀机轴的话，基本上镰刀就用来一个过渡轴了。比如说我任意一张卡我盖下去，我变0路，然后去检索，然后呢用这个镰刀就基本上就只是一个变身，或者说去躲一下像穿光这种的擦。但是这副卡组的镰刀呢非常重要，因为我本家呢动神杯轴的一个概率会大一点。神杯轴出完以后做完以后，额外站了一只怪兽，然后我又没有通招点去变卡梅，怎么办呢？我就可以用镰刀去把它变掉。那样的话可以直接就转到一个闪刀轴，非常丝滑。而且我们在吃到真挚的锯的同时，就比如我神杯，我 C1 想要选择特招，对面选择丢出真挚的锯或者蜂鸟，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C2去跟一张镰刀，来把这张神杯送下去。
然后呢出到怪兽区出到一张零路去检索一张交闪，我们就可以去检索一个妥协，然后直接过，那毕竟零路是有一炸的，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避免让对面真正狙去进行一个过多的抽卡。所以说我们交闪在我们手上没有镰刀的情况下，前2件或者第1件一定是镰刀，镰刀是我们整个轴运动起来的一个关键点，而且光刀是有个自速的，它不能做连接素材，也就是我们如果想把光刀处理掉去变火刀的话呢，只能靠镰刀了。那么亚士也不用多说，它是我们整个长盘的一个重要的回收点，也是一个阻抗点。所以说下1还是下2，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觉得下2的一个手感会比较舒服一点。那当然下1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可以去用火刀回收它，或者用光刀回收它去进行一个2次利用。那么其实虎鲨炮这个点呢，很多人会觉得这个环境你打猫你这个玩意儿也没什么用，你康着它场地拉人吗？难道是吧？然后呢，你像打 K9ES 也没有什么作用。但其实我觉得呢，它是作为一张本家可以检索的一个除外点。在你解完场以后，比如对面有返场，目的可以返场的一些怪兽，那你可以用这个虎鲨炮就给它处理了。而且你也可以一批水刀去捡这个，直接去凹掉对面，或者说直接扭对面的一个3色康过来也是可以的。那么这边闪刀部分讲完以后呢，其实就到我们一个绚烂部分。绚烂其实只下了3张卡，就是我们一个绚烂的剑神。有人会说，哎，主播你这个卡组神杯那么一大堆，闪刀那么一大堆，你就3张绚烂，你要把它挂个名吗？那个绚烂不就躺赢狗啊？那肯定不是这么说的呀。绚烂的效果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粗暴，直接从卡组抽2，然后丢一张手牌里面的速攻或者绚烂卡。这个效果其实说实话，效果越短效果越强。你要是在1302之前，你跟闪刀说有一张魔法卡是速攻，可以在抽卡阶段开，然后呢抽2还能帮你去丢掉手牌里面一张速攻，让你去堆2魔，那你大概率就会觉得这个人不会玩游戏王，那瞎写卡。但是 K 社他真出了，绚烂这个剑神的效果就这么强力，直接让你从卡里面抽2，然后丢一张速攻或者绚烂卡。那么对神杯这边来说呢，抽2丢1，影响并不大，可以帮助自己去过滤一下手牌嘛。比如说我2张灰岩上手了，我可以去丢掉1张，或者2张冷冻上手我可以丢1张。那对于闪刀来说，抽2已经非常强力了，帮你再堆1魔，简直就是完全白给的，兄弟们。这个卡的强力之处，可以帮你在抽卡阶段就完成一个2魔的积累，然后搭配任意一张速攻，你可以在主阶第一动作就是3魔交闪，3魔的一个交闪。说实话，主阶第一动作3魔交闪，赢没赢不说吧，起码你已经爽到了，是吧？那么绚烂的一个强度就放在这里了。增值的狙就不用多说了，是一张非常强烈的手根，它可以保证你在一个后宫的情况下也能拿到一个玩游戏王的权利。然后黑山羊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带它干什么，它的作用其实并不是那么大，但其实呢，黑山羊的一个期望上手程度是不高的。然后呢，它如果上手了，我们也可以用1D去 cos 掉它，或者用镰刀去 cos 掉它。然后呢，先攻的话也可以盖服一下它，它的2个效果都是非常强力的，无论是封特招还是说去进行一个场上不给这效果的一个软擦吧，都是一个能在先后攻非常好用的一个点啊，所以选择是投入1枚。那当然你不投入也行啊，这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然后呢，还有3张竞技的1D，竞技 1D 呢是我们除了亚士以外唯一可以把自己的那个额外怪兽区和主要怪兽区主动腾出来的点，所以说这个是必须要下满3张的。无论是你说我额外怪兽区卡住怪了，我想要去规避掉对面一些炸卡，又或者说是我抓毛把对面怪牛过来了，然后卡住自己其他的速攻魔法了怎么办？那我可以用这个 ED 去cos掉它，来给自己的其他闪刀去进行一个触发。那么这个主卡部分呢，大概就讲那么多。那么接下来的话就讲一下额外部分吧。那么额外部分呢，选择投入到的是一个神杯轴的话，是2张胡姬，然后1张母宁，1张狼狗，2张胡姬，1张检索，1张拿来 counter 羽毛扫货大蓝，这个是没什么好说的，不可替换的。
母宁回忆鲜血在死三当中呢，也是能帮你抢到一个血量优势。然后呢，狼狗呢被战破的时候呢，可以帮你炸一，让你拖过一个战斗轮次，让你活下去。这4张卡都是不可替代的。然后呢，闪刀轴选择下刀的是3张光刀，2张火刀，1张卡梅，1张泽克，1张水刀，1张风刀。3张光刀不用多说，这是1301对闪刀本家的一个最大补强，可以直接从卡组或者墓地检索1张闪刀魔法卡。火刀的话呢，它的一个回收其实已经是有点被光刀替代了，所以说这边只剩下2，而且在有了亚式的一个补助以后，它这个火刀的使用量是不会说啊，我2回合刚好2张火刀用完我就没得用了，我是可以进行一个回收的，所以说火刀是根本不用担心会用完的。然后呢，卡梅可以帮助你神杯任何一张额外怪兽加上一个通招点就转到一个闪刀轴，又或者说你可能我额外出一个神杯怪兽，然后我抓猛牛一个过来，想解掉它解不掉，然后我直接出卡梅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泽克的话呢也是一个本家的一个强力的储蓄点，然后呢可以帮自己腾出额外怪兽区，因为它可以飞自己嘛。然后呢，水刀 EP 可以检索一下亚式来帮自己腾出额外怪兽区，同时也可以帮你降低对方攻击力。风刀怎么说呢？很多人觉得不带，但是呢，通过我自己本人的一个电赛啊，以及一个大赛的一个使用手感来说呢，风刀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在死战里面快速抢到血量的一个巨大优势牌。比如说对面死3的时候选择的是一个先攻，他第0回合做完场到5回合，我直接通招一个01，通招一个陆氏或者开个大黄蜂，我直接变风刀进站阶。那这时候已经可以要出一些很大的部分阻抗了，因为对方不可能让你直接风刀直接通过的。这1500血量的话，对于闪刀神杯绚烂来说，它是很容易就能防住的，你很难再通过一个战阶来抢回这1500点血量。然后呢，更何况我们可能在EP 把它做掉，然后呢出一个母宁，是吧？我回1000血，那这样就2500点血差，对于一个战阶来说呢，是很难从闪刀神杯绚烂里面占到这个便宜的。然后呢，系统外的额外呢选择带的是小叶和提风，小叶就不用多介绍了，这个是没得替换的。提风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这张是可以替换的牌，你可以换成41啊，或者说白小强啊，都是没问题的，看你个人的一个选择和喜好。那么额外卡组讲完以后，再来讲一下赛的部分。那么赛的方面的话呢，这边主流选择的话呢是带了2张熔岩魔神，3张雷击，2张邪行圣父，1张羽毛扫，2张水母以及2张蜂鸟，还有我们的一个秘密武器啊，3张大热波。其他赛的没什么好说的，邪行常见的，然后鸟具也是没什么好说，都会带的，赛的常客了。还有羽毛扫，雷击呢是主要是这个环境呢非常多的一个哈基米啊，哈基米吃到雷击以后呢，他必须要用一个速攻去补，不然的话他可能就已经完全没有阻抗了。他一个雷击，哪怕你跟连手回去，你拉出来2个血，他被炸掉的。所以说雷击3张是没有什么好争议的。熔岩魔神看各自的一个环境吧，像我这边佛山环境的话，月光比较多，神杯闪到绚烂这个卡组是完全对全抗怪兽是没有任何的解法的。它没有高的攻击力，也没有一个多的特招点去做冥神，而且它有自速，你根本就做不到冥神。所以说我会选择带熔岩魔神去解掉一个全抗，来避免自己进入到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去挣扎的一个死局里面。大热波，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带大热波？你一个神杯闪到绚烂，你神杯又没有一个战阶，你拖出一个战阶来又能怎么样呢？那这里就要说到我们闪到一张强力的速攻魔法卡了。那聪明的小伙伴已经想到了，没错，就是我们的一张镰刀。那如果你你在抽卡阶段就会去用一个绚烂去进行一个抽卡，那在抽到我们大热波的时候，我们主要阶段第一动作肯定是只能开大热波了。那我们 C2 我们就可以跟镰刀去送上大热波，出到我们的一个领路。那么领路去捡一个交闪，交闪的话呢，可以这里直接去找回我们一个镰刀。交闪找镰刀，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就选择过了，也不需要盖卡，因为可能对面会羽毛扫这种东西，那我们就站一个领路过，然后到对面的回合，对面就也没有通招，大概率是盖卡过，那到我们的回合我们直接就镰刀加领路是可以满血斩杀的。然后呢，如果你怕对面后场呢，你就可以用别的东西去解它，你可以领路变身啊，或者说去
你赛的里面你可能我大热波羽毛草一起下啊之类的，你去解掉对面后场。主要这个环境的后场，你要说非常强力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很强力的，你可能也就 K9VS 那个雪花可以拉一招外吧。你哈基米的速攻，你场上也没灌目的也没灌的情况下呢，几乎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了，也只有一个换场地。所以说大热波配合镰刀这个 combo 是非常强力的，可以帮助你甚至玩闪刀神杯绚烂你都可以有个斩杀的能力。所以说我觉得先攻带大热波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我们这个卡组它不兼容神轩啊、神通这种的强力先攻赛的，因为我们一个抢血能力比较差嘛，一下子吃半血吃1500，其实真不一定抢得回来，所以说是选择投入大热波作为一个先攻的赛的。那么这边讲完一个主要的卡组构成，我们可以再来讲一下一个卡组运行的思路嘛。就跟大家讲一下卡组一个运行思路，就比如说我要是神杯和闪刀同时上手了，我先动哪个？或者说我绚烂和神杯的枪剑，我先看哪个？就在我个人的理解里面，神杯的枪尖以及有一个绚烂，其实枪剑优先级是高一点的，也是我们可以绚烂去逼一个灰流力，然后呢再去我们神杯能够检索到一个本家的场地或者说其他的速攻。因为这个毕竟是精准的检索，这个的话只是一个抽2，那除非看你手牌质量，如果说我手牌质量浓度已经很高了，神杯，然后完全没有闪刀轴，那我可能需要去进行一个抽2的一个绿牌，那的话我可以选择用神杯的强剑去逼灰，然后再用绚烂去抽2，这个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那基本的一个展开思路呢，其实也就是靠这2张卡去进行一个资源的运转，交闪去把你的优势扩大，镰刀去回收交闪，然后以及做出自己的一个中场。然后呢，其他的其实全部都辅助牌了，就是你的中场了，像灰岩神杯啊、破坏啊、冷冻啊、亚视啊、ED 啊，这种都是抽卡的一个副产物嘛，也已经是你的中场的一部分了。然后呢，主额外怪兽区呢，其实最好呢是能够空出来，如果没空出来的话呢，最好选择这样的一个灵鹿，或者说是我们水刀在EP去检索一个亚视，去回收掉一些怪和魔法，然后把水刀弹回额外，然后空出额外怪兽区来，给自己的一个胡技能登场去 counter 羽毛扫。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小 combo， 就是我零路战场，然后呢我后场盖了4张，然后加一个神杯之拳嘛，神杯之拳是不是盖下来了？神杯之拳呢？就比如我是这样的一个中场，然后呢手里面捏着一张神杯的速攻。那如果对面的回合呢，对面第一动作直接是选择开羽毛扫，对面直接选择开羽毛扫，那我们这里也可以觉得 C2 跟零路的效果，解体变身，然后 C3 开神杯的速攻，去让胡姬站的额外怪兽区来进行一个羽毛扫的带破。所以说这个卡组呢，它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已经不怕羽毛扫了，就闪刀怕的羽毛扫，它可以用神杯的胡姬来 counter， 然后呢神杯本家害怕的一个协航胜负，我们又可以使用一个闪刀本家系统内的一张亚视来解决掉它。因为对面要是近战期开胜负，你可以直接开亚视，把我们的手牌进行我们目的进行一个资源回收，然后把我们手牌弹回手手上牌弹回手。比如说我们像神杯之拳的话是可以回手的，然后呢别的也回手。如果你觉得对面可能会做很大场的，你可以把神杯之拳留在场上，那样的话激活你手牌里面的神杯速攻。但是我一般呢都会选择弹回手，因为对面可能会出小叶把你的神杯之拳飞掉，这个是比较伤的一点。那当然也是看情况吧，还是留场上会好一点，因为毕竟是个阻抗。也说神杯和闪刀这2个轴互相弥补，既让神杯不害怕胜负，也让闪刀不害怕羽毛扫，可以说是真的浑然天成啊，完全相辅相成2套卡组。那么主要的一个卡组构筑呢，也就是这么多了，一个卡组运转思路也就讲到这里了。那么后面呢，也就是一些怎么说呢，是一些杂谈吧。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部分吧。
那么这里呢也是一个第二趴吧，算是就是一个卡组的一个卡片的一个分析。那么其实对于黑山羊这张卡来说呢，它的效果是非常优秀的，该放的场合是可以发嘛。该放以后翻开是直接可以封锁掉对面一个卡名从墓地以外的一个特招。基本上打一个卫旗猫的话，你可以把它的令一封锁掉，然后它只能去通过做一些像独角兔啊或者其他的令一去转到一个本家的两性同条，那么可以断掉它一个贴场地的一个步骤，甚至可以断掉它在你回合2速去加速 link 的一个手段。然后并且它被扣下去也是一个软擦嘛。所以说我觉得黑山羊的话是可以选择去投入1到0张嘛，不想带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虎鲨炮，很多人会觉得虎鲨炮这个点在这个环境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但其实也不一定。毕竟的话，像打一个迪亚贝尔斯塔，一个那种零推理轴的嘛，打迪亚贝尔斯塔就带3只怪兽，一张黑魔女，一张白的，一张黑的。但这样的话，它一个主轴的一个转动点就是靠一个黑魔女和一个黑的炸卡来进行一个反复的资源运转。那样的话，你是给它火烧炮把它的那个黑魔女给凹掉，或者把它的一个黑凹掉，它都是比较难受的。还有的一点就是大家会讨论为什么是3张微睡1张破坏，而不是2微睡2破坏。这一点的话，其实我在视频里面也是有讲过的，它是一个微睡能在自己的回合帮助你去进行到一个回3抽3的过滤，因为它是空场可以发嘛，就不需要对面有卡。但其他的神杯的话，除了枪尖是需要有一个对面的配合，你才能去进行一个触发的，因为额外怪物其实是会被卡住的嘛。那一个微睡神杯，它不仅能让你去在自己回合触发一个回3抽3，但还能帮你一个场上的怪兽给一个战破抗性，让你能够更好的去挨过一个战斗的轮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一个神杯的话，它对于一个自己的血量要求非常高的，它不能容许哪怕一点的血量丢失吧，因为你丢一点血，你想要挽回来的一个难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说，一个微睡神杯能够保住你一个怪物的战场，就比你横着一只狗，你微睡让它扛一次，然后它自己被打扛一次，被打下去它再炸一次的话，等于是2张卡换对面3次攻击轮次。这样的话可以让你去更好的进行一个血量的保持一个完美的健康状态。那么其实剩下的卡呢，也就一个大热波嘛，大热波可能讨论比较多。那我在一个10卡构筑里面也是刚刚讲了一个大热波的一个用处。那么其他的话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讲的了。可能会说有人会选择去带一个绚烂本家的一个怪兽去检索这个绚烂的剑神，那这一点的话呢有待商榷嘛。毕竟的话你是本身一个吃锁鸟很痛的卡组，你去多了一个吃锁鸟的点。所以说虽然说你可以跟锁鸟去开那个速攻的抽2，但是你接下来抽上来的卡这一个 power 值就不会那么高了，毕竟你抽2交闪你也开不了了。所以我会选择去放弃这个怪兽的投入，去减少一个吃锁鸟的点。然后呢，应战的狙，其实应战的狙是可以考虑投入0到1的，毕竟它对于当前环境来说是非常强的一张卡。对于哈基米来说呢，很多哈基米会去贪那个速攻，毕竟像有棉花糖了嘛，可能去贪那个速攻的一个特招点，去多一个场值，那这样的话就会吃到一个应战的狙，会非常难受。然后呢，打星辰烙印这种卡组呢，应战的狙也是非常好用的，毕竟的话，融合系卡组吃这种次元系基本都是吧，半死不活了。也就只有说你打可能 VSK9 应战的狙会比较弱一点。而且通招的话，你可以通招应战的狙去变一个其他的 link 吧，因为你额外怪物区大概率是有个神杯怪兽的，你2卡可以去做一个卡梅，然后同时可以帮你解锁一个真挚的狙，做一个强力手坑，这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你投入0到1呢，其实都是可以的。那么其实大部分的一个评论呢，都是围绕着这几张卡的一个讨论嘛。那这里的话也是跟大家做一个解释。那希望大家也通过这个解释，也是能够就感觉到我这个卡的一个威力啊，或者说我下这个卡的一个原因。那当然，你要是觉得这个卡还是不下，我还有更好的选择，那也可以欢迎在讨论评论区里面跟我讨论，我也是会去回复那些只要你是友善评论，我都会回复的，好吧？也就这个视频也就差不多就到这里了，那也是感谢大家的收看啊。